昨天华尔街还在庆祝一个几乎完美的剧本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，原油大跌，标普500和纳指连续第3天创收盘新高。结果才过了几个小时，到了周六凌晨，船只在海峡里收到的已经不是欢迎通行，而是伊朗海军的无线电广播，不许通过。至少2艘商船报告遭遇枪火，一艘油轮被2艘伊朗革命卫队炮艇靠近并开火，另一艘集装箱船也中弹。所以这件事最值得你盯的，不是海峡到底开了还是关了这么简单，真正的矛盾是，市场周五交易的是一个关于和平的标题。而周六摆在航运公司面前的是一个仍然带条件、带枪口、带政治交换的现实。只要这2层东西没有合上，周五那根大阳线就更像是在给乐观定价，而不是给修复落地定价。我先把最尖锐的判断放在前面，这不是一条结果新闻，而是一条下注新闻。市场并不是在庆祝霍尔木兹已经恢复正常，而是在押注德黑兰和华盛顿终于找到了一个都能下台阶的办法。可问题在于，周六传出来的信号恰恰说明这个台阶还没有搭稳。先把时间线顺一遍，你就知道周五的完全开放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没那么完整。2月28日，美以对伊朗开战后，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被伊朗掐住。联合国数据显示，通行量比历史平均值低了 97%， 而这条水道平时承担着全球大约1/5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。你看到的从油价、通胀到航运、航空，后面其实都拴着这条水道。到了4月17日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对外释放的信息是，海峡在停火期间对商业船只开放，市场立刻把这句话翻译成了4个字：最坏已过。当天布伦特原油收在 90.38 美元，单日跌了 9.07%， WTI 收在 83.85 美元，单日跌了 11.45%， 标普500涨 1.2% 至 7126.06 点，纳指涨 1.52%，都是连续第3个季度收盘。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下跌，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则大涨。整个盘面的意思很清楚，油价风险下去，连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重新降息的空间都像是被打开了一条缝。但你要是只看这一层，就特别容易把标题当成现实。路透社当时的说明稿里其实已经埋了伏笔，伊朗说的是商业船可以走，但航行计划需要和革命卫队协调，而且只能走伊朗认定安全的航道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国际航运意义上的恢复自由通行，而更像是伊朗暂时把闸门拧开一点，允许一部分船在它设定的规则里通过。航运公司周五的真实反应也不是全面复航，而是反复确认2件事：海里到底有没有水雷，保险到底敢不敢重新承保。当天晚上大约20艘船尝试向海峡方向移动，但多数很快又掉头。这就带出一个很多人周五没细想的问题：如果开放还要提前协调，还要走指定航道，还没有搞清楚雷区和保险，那市场为什么还能涨得那么干脆？答案其实不复杂，金融市场交易的是变化的方向，不是修复的完整度。周五那一刻，机构真正交易的不是供应链已经恢复，而是最糟糕的局面可能被推迟了。只要霍尔木兹不再是一个零流量的黑洞，哪怕只是有限通行，油价里的战争溢价都会先被砍掉一截。而跟油价负相关最强的那些板块，航空、旅行、小盘、利率敏感资产，自然就会先反弹。问题是，金融市场几分钟就能重定价，物理世界不会，船东要看航道，保险公司要看风险模型，海军要发通告，港口要排队，炼厂要改到港计划， LNG 买家要重新确认卸货窗口。这个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恢复，周五那种一切重回正轨的交易就会显得过于着急。超过10几艘油轮是穿过去了，但主要是一些更老的非西方持有的船只，里面还包括受制裁船舶。而且伊朗自己也承认，这是在谈判安排下放行的有限数量船只。接下来反转就来了，周六更多商船试图穿越时，收到的是伊朗海军的 VHF 广播，内容非常直接。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谈判承诺，霍尔木兹再次完全关闭，任何类型、任何国籍的船只都不允许通过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收到报告称，一艘油轮遭2艘革命卫队炮艇靠近并开火，船和船员暂时安全。另一艘集装箱船也遭到枪击。路透社随后又引述印度政府消息称，一艘悬挂印度旗、装载原油的 Sanmar Herald 号在试图穿越时遭到袭击，所幸人员和船体安全。美联社则引述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称，霍尔木兹的控制已回到此前状态，重新进入武装力量的严格管理。你到这里就会发现，所谓撤回通航令，更准确的说，是伊朗把前一天本来就带条件的临时放行，再次收紧成严格管制。因为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昨天是和平，今天是战争，你就会得出非常粗暴的结论，比如周一市场一定崩，油价一定直奔110美元。但如果你把它理解成德黑兰把通行权继续当成谈判筹码，那你会看到的是另一件事，这场博弈还没有从消息面转进制度面，规则根本没定下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周五标普500那个历史新高，
现在看上去有点悬，但还不能简单定性成诱多陷阱，它更像是一笔对停火延续、对通胀回落、对美联储年底转向的联动下注。路透社引述利率市场的变化是，周五海峡重开，油价大跌之后，交易员把预期从美联储可能到2027年都按兵不动，一下子改成了今年底可能恢复降息。这说明权益市场的上涨并不只是油价跌了这么一件事，而是整个宏观贴现率都被重新想象了一遍。只要周末这个叙事被打断，受影响的就不只是能源和航空。也就是说，霍尔木兹这扇门现在连着2套定价系统，一套是能源定价，关一下，全球1/5油气运输的风险溢价就抬上去，开一下，布油立刻从接近$120的位置往下砸。另一套是宏观定价，油价一跌，市场就会把通胀缓和、收益率回落、降息重启的整条链重新抬出来。周五的美股新高，本质上是第2套定价系统压过了第1套。可周六凌晨的枪火提醒大家，第1套系统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短暂压住。那德黑兰到底在赌什么？他显然不是单纯想把航运恢复到正常，伊朗真正想保住的是把霍尔木兹从国际航道变成谈判杠杆。路透社和美联社的说法拼起来看，很清楚，伊朗愿意在停火窗口里给出有限通行，但前提是美国不能继续扼住伊朗港口和伊朗船只。如果华盛顿保留封锁，那德黑兰就保留重新收紧海峡的权利。对伊朗来说，短暂放行可以释放善意，重新收紧可以恢复威慑，两者并不矛盾。那华盛顿又在赌什么？美国的玩法是不把冲突重新拉回到全面轰炸，同时继续用海上封锁给伊朗施压。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说得很直白，未经授权进出被封锁伊朗港口的船只可能面临拦截、改道和扣押。但美国同时又强调不会阻碍往返非伊朗港口的自由航行。纸面上看，这像是一次精准施压，实际上却把最大的不确定性压在了海峡里。因为对航运公司来说，你很难把自由通行和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彻底切开。真正麻烦的还不是这两边嘴上怎么说，而是物理修复根本来不及跟上政治口号。路透社测算，从2月底冲突爆发到现在，全球市场已经少了超过5亿桶原油和凝稀油，未产出的价值在500多亿美元级别。光4月份陆上原油库存就已经掉了大约4500万桶，3月底以来的停产规模大约在1200万桶每日。科威特和伊拉克的一些种植油田可能需要4到5个月才能恢复正常，区域炼化和卡塔尔 LNG 设施的完全修复甚至可能要按年来算。国际能源署署长更说，恢复大概要2年，而且市场还在低估霍尔木兹持续受阻的影响。这段数据特别重要，因为它告诉你，哪怕外交层面真的没有继续恶化，供给系统也不会像灯开关一样瞬间复位。你看到油价周五暴跌，不代表海湾油气就能在下周全部恢复正常装船。你看到伊拉克周六说未来几天将恢复所有油田出口，也不代表这个恢复没有条件，它隐含的前提仍然是油轮要能稳定进出，保险要恢复，通行规则不能早上一个版本晚上一个版本，否则生产端即使想恢复也只能卡在物流端。再把视线拉到市场内部，你会看到另一个错位。周五资金最热衷追的是航空和旅行，因为他们对燃油成本最敏感，油价一掉，利润表就先松一口气。这个逻辑没错，但它只覆盖了成本这一半，没有覆盖供应链这一半。国际能源署提醒过，如果中东喷气燃料只能替代一半，欧洲到6月就可能看到食物性短缺。航空股受益于油价回落这件事成立，但燃料流通体系还没修好这件事也同样成立。你把前者交易的太满，就会低估后者反扑回来时的杀伤力。还有一个更深的变化是，过去这7周的冲击已经逼着全球油流重新改道。路透社4月16日报道，美国上周原油净进口已经缩窄到仅 6.6 万桶每日，几乎要接近2战以来首次重新成为原油进出口国。因为亚洲和欧洲买家都在用美国原油替代中东供应，但美国出口也在逼近能力上限。分析师估计月度出口已经推到520万桶每日附近。世界当然在找替代，但替代能力不是无限的。霍尔木兹如果再次不稳定，全球并没有一个可以无限接手的备用水龙头。说到这里，散户最容易踩的坑其实已经很清楚了，不是在恐慌最重的时候冲进去，也不是在炮火最响的时候去抄底，而是在看上去最安全的那一刻，也就是周五这种标题写着重开，油价暴跌，指数新高，所有人都开始讲最坏时刻过去了，你反而最容易把一个条件性放行当成永久性修复，因为那个瞬间风险看起来像是被解决了，实际上它只是被往后挪了一步。等到周六再传出广播、封航和船只中弹，市场才会意识到前一晚定价的是愿望。另一个坑是把这件事理解成一个单边交易，好像只要海峡重新紧张，能源股就必涨。
航空股就必跌，油价就必定回到哪里。现实没这么整齐。高盛周五还维持了2026年布油83美元、WTI 78美元的均价预测，前提是假设霍尔木兹油流在5月中旬前逐步恢复。他同时提醒，风险是双向的，如果海湾供应恢复的比预期快，地缘溢价还能继续退，但如果永久和平协议迟迟谈不拢，当前这点回落又可能只是短暂的风险释放。现在最不该做的就是拿一个极端路径去覆盖所有可能性。所以你下周真正该盯的不是某个情绪化标题，而是几条更硬的观察坐标。伊朗和美国对自由通航4个字的定义有没有继续冲突？周六之后，真正成功通过霍尔木兹的船是继续增加，还是又开始大面积折返？卡塔尔 LNG、伊拉克南部原油、沙特和阿联酋的装船节奏能不能恢复到更接近常态？保险还是通告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风险等级有没有下调？利率市场会不会重新把年底降息这条线撤回来？只要这几条里有2-3条一起掉头，周五的那波皆大欢喜就需要重估。最后把话收回来，霍尔木兹到底有没有开过？有，而且一度确实有10几艘邮轮在有限安排下通过。那它现在是不是又关回去了？对很多试图通行的船来说，至少在周六，答案也是肯定的。广播不许通过，枪火已经出现，船只掉头返回。可这2个答案都不够，真正决定下周市场怎么走的，不是开过还是关了这2个字，而是谁在控制这扇门，控制到什么程度，以及这种控制会不会继续被双方拿来交换更大的谈判筹码。所以这期最核心的一句话，我想留给你的是，周五那根把标普500顶上历史新高的阳线也许没有错，但它压的不是现实已经修复，而是现实很快会修复。到了周六凌晨，这个前提已经被打了一个问号。地缘政治里的利多从来不是因为它被说出来就成立，而是要看船有没有真的过去，货有没有真的装上，保险有没有真的恢复，规则有没有真的落地。在这几件事同时发生之前，霍尔木兹对市场来说仍然不是一扇门，而是一把开了又能随时关回去的阀门。